这棵跟我年纪一样大的枇杷树啊，叶子真的很茂盛。今天来摘点漂亮的老叶子回去。摘回来的枇杷叶，第一步啊，我们要把这背部的绒毛啊给它刷掉啊。这个绒毛可要比我秃顶的头发要浓密多了。拿一个硬一点的刷子，就这样轻轻的来回刷，它很容易就掉了。把这枇杷叶刷成这样就可以了。刷这个枇杷叶啊，工作量还是挺大的啊。这一箩筐刷下来呢，起码要几个小时。这枇杷叶刷了3个多小时，终于把它刷完了。现在来把它清洗一下。虽然很耐心的在刷了，但是我们还得给它洗上2遍了，把它残留的绒毛和杂质呢给它洗掉。洗过2遍后，先放一边备着。准备30斤雪梨，先把它打湿。现在给它加上1包盐呢，用手给它搓一下。再用清水给它过上2遍。准备1箩筐的枇杷花，把它们给洗一下，这是去年晒的。天亮了，准备开始熬啊，后面我们才来处理这些食材的。洗上2遍，把那些灰尘呢也要给它洗掉。准备20个罗汉果，稍微给它冲一冲。红枣4斤，把它清洗2遍。甘草3两，把它们给过一下水啊。全部材料清洗干净之后，我们先把这个红枣给它剪一下，把枣核给它去出来。你这调皮蛋在干嘛呢？你不是要背爆它的吗？那你拍吧，把这罗汉果给它拍爆备用。昨晚洗好的枇杷叶给它切成小块，洗好的雪梨切小块，把那个梨心给它去掉不要。取一个大不锈钢桶，把准备好所有的食材给倒进去。单准备的材料都差不多满1桶啊，然后开始熬去，在碗里面加入满水，盖上锅盖开始熬它。要先用猛火把它给烧开啊，满1桶啊，单烧开它都要2、3个小时啊。大火烧开后，我们抽掉一些柴火啊，让中小火给它熬上3个小时。3个小时过去了，现在打开盖子，我们把这些渣给它捞出来，稍微给它停留一下，把那些汁水啊给它漏一下。这个汤汁已经非常浓了，所有的精华都熬到里面去了。准备一个过滤网，放上个纱布啊，这个纱布呢，我们要给它折上4层了。把熬好的汤水过滤第2遍。这个汤水已经很浓很香了。大桶清洗干净，加入20斤的老冰糖。纱布和过滤网清洗干净，我们进行第3次过滤。这个汤水我们一定要多次的给它过滤啊。盖上锅盖，再次点火，先用大火把它烧开，再转小火慢慢给它熬。今天可能又要熬到明天早上去了。
烧至大开后，我们把柴火抽掉一些，用小火慢慢来熬。熬了有8个小时了，现在成这种大泡。这个时候我们的火力一定不能大，小火慢慢继续熬，把它熬至变成绵细的小泡就可以了。准备半斤的川贝母，把它打成粉末。打好的川贝母粉我们要把它放到过滤网中给它过滤一下，更加的细腻，把那些杂质给它过滤出来。过好筛后，我们加入凉白开把这些给化开搅拌均匀，不要让它有坨坨，把它搅成这样稀稀的粉浆就可以了不要有块状。等一下我们下之前呢，还要重新给它搅动一下，防止它沉底了。那大家看清楚了，现在熬至它成了这种绵绵的小细泡就可以了。这个时候，把我们准备好的川贝母慢慢的给它倒进去慢慢搅，要给它搅均匀了。搅拌均匀后，我们把锅盖盖上，留上一条空隙，继续小火给它熬多10分钟。好，10分钟已经到了，我们把火抽掉，让它自然冷却。枇杷秋梨膏放凉后，我们就可以加蜂蜜了。这个蜂蜜呢，是我老丈人打的给它倒上3斤左右的蜂蜜，取个勺子把它们搅拌均匀，多搅一下让它蜂蜜跟这枇杷秋梨膏混合在一起这个膏体呢是非常浓稠的。玻璃瓶清洗干净再消好毒。用来装枇杷秋梨膏的瓶子一定要无水无油，高温消过毒才行那样耐保存。拌均匀后就可以给它装瓶了。这次熬到最后打了一下瞌睡熬得非常浓稠，太浓稠了一点，装瓶都不是那么好装装好瓶后不急着吃的，我们把它密封起来，这样可以保存得更久。我们的枇杷秋梨膏就做好了，工序虽然繁琐但你值得拥有。朋友们，你学会了吗？